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大脑记忆作为预测引擎。记忆不是静态录像机，而是预测未来的引擎。大脑借助检索增强生成，并基于基础模型架构运作。它像最先进的人工智能一样重构过去经验，同时利用当前认知模型推演未来可能路径。核心证据指向海马体与新皮层的协同机制。这项研究结合了认知神经科学与计算模型，该视角可能推动整个记忆研究走向根本范式转变，最终指向记忆、想象与智能的深层共享统一根源。机械存储模式就是把原始记忆当作静态档案，它需要原封不动的线性读取，以完美重放过去。生成框架把记忆视为动态生成的概率序列，海马体与新皮层在此精妙协作，各司其职。重构预测的目标是最小化预测误差并面向未来，这不再是档案馆式的复读，而是概率化重构。切换背后的深层意义在于一切记忆皆预测其边界，在于服务适应性，而非精确复刻过去。现代 AI 的3个组件能与大脑3区域精确对应，向量数据库对应海马体，承担高精度特异性检索；提示窗口对应工作记忆，承载上下文与任务；大语言模型对应新皮层，提供庞大的抽象通用知识；提示内容等于检索痕迹加上工作记忆中的任务。3组映射显示 AI 与大脑的记忆环路同构，类比边界明确，仅限功能层面，不是结构等同。它为智能架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的映射视角。新意瞬间在海马体完成编码，新皮层此刻空白，3组序列被暂存于海马体，等待后续的加工。随后海马体进行离线重放，将数据传输给新皮层，新皮层逐步建立连接，并生成预测序列 Z。此阶段将具体记忆转化为网络参数更新，海马体中的记忆痕迹逐渐变淡，进入独立生成阶段。此时新皮层只需输入开头就能补全完整序列，记忆由此从专属存储转变为生成式知识网络。新皮层里的鲜艳知识会反过来重塑记忆，原始故事越是反直觉，越容易在回顾中变形。语义引力漏斗描述了这种系统性扭曲。庞大背景知识库充当漏斗壁，不断吸附新信息，不合常理的情节被同化并遭到语义入侵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记忆被强制篡改成世俗化版本。这一机制解释了记忆偏差并非随机噪生，它是生成模型最小化预测误差的必然结果。GPT-2 模型召回记忆时出现语义坍缩，散点图中原始故事被拉向多个背景知识簇。健康技术、自然体育、政治等领域都有对应聚类体育背景的模型，擅长捏造球场、球员等词；自然背景的模型则虚构山水、森林等词。这些词汇并非原文所有，而是模型凭空生成的。该结果复现了人类重述时的语义入侵现象，这说明召回本质是重构过去，而非忠实倒带。边界重塑包含2种方向：事件延伸、事件收缩。未完成的故事片段，大脑会自动补出合理结局。这种延伸补全会停在贝叶斯鲜艳预期长度，画蛇添足的多余情节则会被大脑修剪掉。事件收缩让记忆变紧凑，以此降低预测误差。延伸与收缩方向相反，最终目标却出奇一致。2种方向都服务于最小化未来的预测误差。因此，记忆畸变本质上是一种鲜艳驱动的优化。看似随机的音符与数字，内部存在隐藏规律。该噪声序列遵循2阶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网络，在离线重放中逐步还原该转移概率矩阵。重放后的灰度网格图清晰展示出提取的结构，困惑度曲线随重放训练轮数增加而快速下降。模型训练不需要任何标签，也不需显示规则，它能靠内部预测任务自行完成统计学习。睡眠中的离线重放成了高效无监督学习引擎。A 经 B、C、F 到 I， 模型能一步直连。空间网格任务里，模型零样本补全 A 到 I 边。家族树图谱已知 A 是 B 父亲， B 是 C 父亲。模型自动推断 A 是 C 祖父，无需额外训练。2项实验都只靠预测下一个项目的训练。生成模型由此习得抽象的图结构规律。这并非单纯记忆，而是学到潜在关系。结构推断能力从简单预测训练中自发涌现。沙盒推演并非高级逻辑模块的专属特权。该规划任务含不同起点、停止条件与奖励目标。
任务内含水果、车辆、动物，每步都附有奖励。新皮层借助决策树对行动路径做心智模拟，决策树标注着预期奖励，例如路径正2或负1。网络预测下一状态就能推演未来的多条轨迹。这种规划能力是预测未来状态的必然副产品。内部预演后果，让模型更灵活地应对新情境。3种模式横向对比，海马体与新皮层协同最优。纯海马体模式如同刻舟求剑，结构推断十分生硬。面对新规划任务，它无法泛化，决策灵活性较差。纯新皮层虽然知识广博，却缺乏上下文约束。新规划时容易产生幻觉，决策依赖漫长巩固过程。双引擎协同模式综合双方，结构推断准确率更高。面对全新条件能及时应对决策，可以完美重估。最近序列作为提示输入是复杂任务成功的关键。新皮层滤网是记忆编码过程中的核心机制。连续经验经滤网筛选，含照片、视频与声音，大量可预测的冗余信息被直接丢弃进垃圾桶。只有主旨和意外细节被滤网提取并保留。该滤网位于新皮层，承担提取与压缩任务。压缩后的精炼信息打包再存入海马体，既保留关键内容，又极大降低存储成本。编码最终实现记忆的剥离、重组与高效存储。回忆触发时，新皮层会先做向量检索，检索对象是压缩记忆包，只包含主旨和意外细节。这些离散碎片被注入提示词窗口，做微生成线索。生成器随后把碎片顺滑地串联起来，补全缺失的内容。缝合过程不可避免地会编造细枝末节，填充空白。事例中，2个孩子和邻居李先生等要点被展开。紫色球杆、后院砸窗场景都是生成器补出的细节。可见，回忆是基于提示词的重建，而不是读取。存储空间成本与召回准确度之间需要取舍。纯主旨编码存储极小，但准确度明显偏低。全量细节编码准确度极高，却耗费巨大空间。两者的短板催生了第3种混合编码策略。混合编码把主旨和细节打包，存储代价很低，它的召回准确度却能媲美全量细节编码。在坐标图上，它位于左上角的最佳平衡点，这是存储效率与召回保真博弈的演化最优解。4种高级认知现象，表面看毫不相干，它们是叙事畸变、统计学习、结构推断与模型规划，全部来自同一个神经网络基础模型。模型唯一做的就是 Next Item Prediction 这一件事。底层算法是对重放序列的预测误差最小化，4者随训练轮次同步涌现，正是同源证据。复杂表象背后不必假设多个专用认知模块，一套极简预测规则足以统一解释多种高级认知。记忆若仅靠少量细节驱动，庞大语义网络补全，真实与想象的边界便在此刻开始消融。当原始海马体痕迹消退，回忆不再是原样重放，回忆就是用当前认知模型预测曾经发生过什么，每次回想都混入当下预期，真实感被持续改写。想象与记忆共享同一生成通路，区别只在置信度。所谓真实，也许只是置信度更高的想象。这并不否定记忆的价值，只是揭示其重构本质。大脑经过持续预测训练，成为自监督基础模型，只需预测下一个时刻，就驱动了整个智能海马体，负责具体线索，新皮层负责抽象生成。这套协作方式撑起了全部高级认知功能，理解世界、重构过去都出自同一预测机制，模拟未来场景也来自同一套预测框架。这为人工智能架构提供了坚实生物学锚点。不过，大脑仍保留符号推理等独特能力，未来应继续追问意识与自我的边界问题。